漫威到底有多气？细节一，在电影《钢铁侠2》中，托尼因为自己命不久矣，所以把公司转让给了小辣椒。之后在升职宴会上，托尼与小辣椒合照了一张照片，而这张照片也不仅仅只是走个过场，他真的出现在了后续的电影中。细节二，在《惊奇队长2》的片尾彩蛋中，漫威电影宇宙与 X 战警宇宙已经正式融合，但其实在此前的一些作品中就有过相贯通的剧情，比如在美队3内战结束后，站在美队一方的几人被关进了监狱，在旺达的脖子上还有着一条项圈，这是用来限制他的能力的。而这个项圈还在死侍2中出现，在大型监狱中，每个人都带着这种项圈。细节3，在奇异博士1的删减片段中，卡西利亚斯带着跟随者来到了一所教堂，并杀死了教堂里的牧师，随后把魔法书页放在了圣经上面。这时我们可以看到所露出来的圣经片段，每个人都会得到相应的审判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卡西利亚斯和他的跟随者也得到了一个坏的结局。细节4，在电影蜘蛛侠英雄远征的结尾，我们知道了地球上的尼克弗瑞是斯科鲁人假扮的，而真正的尼克弗瑞此时正在太空上。然而你知道吗？尼克弗瑞其实早就被斯科鲁人给顶替了。让我们回到惊奇队长1，当时鲸队和尼克弗瑞为了确认对方的身份，都亮明了自己独有的习惯或能力。尼克弗瑞说的就是自己的一个怪癖。Toast is cut diagonally, I can't eat it. 而在复联2中，我们看到的尼克弗瑞竟然把面包切成了三角形，正是这个小细节暴露了他的假身份。细节5，在复联4中，托尼和斯科特穿越回了2012年的纽约去带回无限宝石，而在这面墙上我们能看到有一个坑，那么这个坑是怎么来的呢？正是在复联1中，浩克将洛基丢出去砸出来的。经过这么多年，制作人员也依旧没有忘记这一细节。细节6，洛基第1季上映的时间为2021年，这时候斯坦李老爷子也已经去世3年了，但你以为这样就不会出现斯坦李的客串了吗？在这幅壁画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位法官就是斯坦李的形象。细节7，在洛基第1季第1集的 TVA 介绍视频中，展示了2支军队战斗的画面，而根据服装可以推断，画面左边的是克里人军队，右边的则是泰坦星人军队。根据背景中的废墟也可以知道，这场战斗发生在泰坦星上，显然克里人是侵略者。细节8，上汽中的塔罗村是一个充满超自然力量的神奇地方，平常它是与世隔绝的，并且一般人也根本发现不了它。比如当文武的小队进入塔罗村时，汽车上的屏幕就产生了故障乱码。细节9，在电影上汽对文武的介绍中提到，文武创立了一支十环帮，他们扫荡了世界的各个角落，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在蚁人1中，我们就能在这些暴徒身上发现十环的纹身。细节10，在复联1中，班纳骑着一辆小摩托赶到战场，而此前并没有交代他是怎样获得这辆摩托的，看着车况也不像是新买的，难不成他是从哪里偷的吗？其实不是，这一切缘由都在这段删减片段中。当时班纳失控变成浩克，造成一片狼藉，这时大楼的保安过来开导了班纳一番。Your mind's already made up, son. The rest of you will follow. You may as well pilfer my ride. 最后还将这辆摩托车的钥匙给了班纳，所以班纳并不是那种偷鸡摸狗的人。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视频制作不易，还请多多点赞支持。